大家好，我是苏清婉。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古代双重生姐妹互换姻缘的搞笑打脸故事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先点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看我苏清婉如何在这个古代豪门里把自恋狂变忠犬，顺便看绿茶妹妹如何把好牌打烂。好了，故事开始。苏家正堂，香炉里烟雾缭绕，父亲苏大勇脸色沉重，手里攥着2份红得刺眼的婚书，一份是当朝镇北王顾凌风，一份是寒门书生沈世安。我苏清婉看着这熟悉的一幕，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，那种劳累致死、肺部干裂的窒息感似乎还残留在灵魂深处。上一世我选了沈世安，我以为他是清流是良配，为了供他读书，我变卖了母亲留下的所有遗物，甚至在寒冬腊月去河边给人洗衣服，10根手指冻得像红萝卜，落下了终身的病根。结果呢，他封棺前夜，我可喜而亡，他却在我的葬礼后不到1个月就迎娶了京城第一才女，说那是他心灵的慰藉。一声尖锐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姐姐这一世，你休想再跟我抢。我的亲妹妹苏珍珠此刻毫无大家闺秀的仪态，一个饿虎扑食冲上前，死死抓住了沈世安的那份婚书。她眼眶通红，神情癫狂，那种恨不得把首府夫人4个字刻在额头上的贪婪，让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悲。父亲愣住了。珍珠，沈家清贫，沈世安现在不过是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书生，你这爹，我就要嫁他。沈世安有大才，他日必成大器。苏珍珠语气坚定，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炫耀与嘲弄。姐姐，你平时不是最疼我吗？这镇北王府的富贵，妹妹我就让给你了。毕竟王爷骁勇善战，正缺一个像你这样贤惠的王妃去伺候呢。他特意加重了伺候这2个字，他以为我不知道。镇北王顾凌风，京城出名的疯子，传闻他性格乖戾，不近女色，最重要的是他自恋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上一世苏珍珠嫁过去后，顾凌风每天对着镜子赞叹自己的美貌，对苏珍珠视若空气。苏珍珠稍微想靠近一点，就被他以弄脏本王的灵光为由赶去偏房睡。我看着苏珍珠，心中冷笑，好妹妹，你以为沈世安是县城的首府？你以为那首府夫人的头衔是天上掉下来的？既然妹妹志向远大，姐姐怎能夺人所好？我优雅地拿起镇北王的那份婚书，微微欠身，那这王府的冷板凳就由我来坐吧。婚事定得极快，苏珍珠每天幻想着沈世安中状元的那一天。出嫁前夕，她悄悄来到我房里，压低声音得意地说，苏清婉，你没想到吧？我知道沈世安以后会成为首辅，权倾朝野，而你那个镇北王虽然现在风光，但听说他心理变态，你下半辈子就守着镜子过日子吧。我一边整理着沈殿殿的凤冠，一边淡定地回头，妹妹，沈世安的胃不好，记得每天清晨要用新鲜的露水熬粥。他读书时不能听见丁点噪音，你连呼吸都要轻一点。还有他那个人清高，你那些金银首饰最好全当了换成古籍，否则他会觉得你俗不可耐，连正眼都不瞧你。苏珍珠嗤之以鼻，咱们等着瞧吧，他会把我捧在手心里的。我笑了。沈世安那个人极度的自私与自傲，上一世如果不是我把一切杂事挡在门外，还用钱财替他买通考官的随从，
打探喜好，他连进考场的机会都没有。出嫁当天，2顶轿子一南一北，我坐着镇北王府的8抬大轿，敲锣打鼓，极尽奢华；而苏珍珠则坐着一顶寒酸的小轿，悄无声息地进了沈家的破瓦房。进了王府，我盖头还没揭，就听见一声悠长的叹息。这世间怎会有如此完美的脸孔？苏清婉，你说是吧？我掀起盖头一角，只见我的新婚丈夫镇北王顾凌风，此时正穿着一身大红婚服，手里拿着一面镶满宝石的金镜，对着烛火变换着各种角度。他转过头，那张脸确实长得极好，剑眉星目，轮廓深邃。本王知道你嫁进来是为了近距离瞻仰本王的神颜，但本王警告你，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你可以看，但不能摸。你若是弄乱了本王精心打理的发圈，本王就把你送回苏家。我放下盖头，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忽然心生一计，对付自恋狂最好的办法不是反驳，而是捧杀。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，带着3分激动7分虔诚。王爷，臣妾以前只听说王爷貌若天仙，今日一见才知道，那些传闻简直是污蔑。您这哪里是人脸，这分明是上天失手掉落在人间的绝世孤品啊！顾凌风愣住了，拿镜子的手微微一抖。你真这么觉得？何止啊！我西行2步，一脸沉醉。王爷，您的鼻梁比昆仑山的脊线还要挺拔，您的眼眸比东海的明珠还要璀璨。臣妾坐在这里，都觉得自己这平凡的灵魂被您光芒万丈的身躯给净化了。顾凌风缓缓放下镜子，眼神中露出一种终于找到知音的欣喜。他轻咳一声，矜持地说，虽然你说的是事实，但做人要低调。既然你如此懂美，那这王府的后院就交给你打理吧，本王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保养这张脸。我心中狂喜，账本到手，权力我有。与此同时，沈家的破屋里，苏珍珠穿着嫁衣，坐在漏风的床头，等着沈石安给她掀盖头。沈石安推门进来，满身寒气，手里拿着一捆柴火。你就是苏家的2小姐？沈石安冷冷地开口。听说你自愿嫁过来，既然如此，家里的米缸见底了，你那对金镯子先拿出来，我去换点米粮。对了，明天起你早起去后山砍柴，我要读书，不能被打扰。苏珍珠直接跳了起来。沈石安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我去砍柴？沈石安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。苏2小姐，你若是不想过苦日子，回你的苏家去，别耽误我温习圣贤书。苏珍珠傻了，她看着破败的家面，尖叫道，苏清婉肯定留了，私房钱给你，对不对？沈石安冷哼一声，直接把她赶到外屋去烧火。苏珍珠养尊处优，哪里会烧火？不一会儿就把厨房弄得浓烟滚滚。沈石安冲出来，对着他就是一顿臭骂，蠢妇，你差点毁了我的古籍，苏家怎么教出你这种废物？苏珍珠坐在地上放声大哭，她心心念念的首府夫人梦，在第1天就裂成了碎片。在王府，我的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爽。顾凌风这个人虽然自恋，但本性不坏，甚至有点单纯。只要我每天变着法子夸他，他连王府的库房钥匙都恨不得塞给我。王爷，这京城的脂粉太粗糙了，配不上您的肤质。我一边翻着账本，一边对着正在照镜子的顾凌风说，那依你之见呢？他忧心忡忡地摸着脸，臣妾认为真正的帅气
应该是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气。你想啊，如果您穿上银色盔甲，在战场上长枪一挥，万千敌军都被您的英姿吓得肝胆俱裂，那种战损美才是世间极致啊！顾凌风的眼睛亮了，战损美这个词新鲜，你是说本王应该去打仗？不是打仗，是去展示您的美貌与威严。我循循善诱，现在边境动荡，百姓受苦，如果您能凯旋而归，百姓们会为您肃金申利牌坊，到时候全天下的人都要瞻仰您的容颜，这难道不比躲在屋子里照镜子更迷人吗？顾凌风一拍桌子，说的对，本王这等角色不应该只让镜子看见，本王要让这大地的山河都成为本王的背景板。于是镇北王主动请缨出征了。他走后，我彻底放飞自我，我利用王府的资金，在京城开了最大的美容沙龙，阎王阁专门卖我研制的护肤品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我的私库就堆满了金条。至于顾凌风，他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，内容基本上是：小婉今日斩敌首级30，本王发现挥刀的侧脸，最是无敌，你速速找画师来，本王凭记忆描述给他画下来。小婉边疆的风沙太大，本王的皮肤干裂了，你寄来的神仙水还有吗？速寄。我一边笑着，一边给他寄去最好的补给。我知道这一世的顾凌风不再是那个只会照镜子的废物，他会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。1年后，京城发生了2件大事。第一件，镇北王顾凌风凯旋而归，击退蛮夷，收复失地，皇帝龙颜大悦，封他为1等功臣，赏赐无数。第二件，准秀才沈世安因为在考试中舞弊被抓，当场革去功名，终身不得入仕。原来苏珍珠眼看沈世安读书没进度，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，竟然动了歪心思，他去买通了考官，结果那考官是个正直的人，当场举报。沈世安彻底黑化了，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苏珍珠身上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沈世安在街上扯着苏珍珠的头发，疯狂殴打。你不是说我会当首辅吗？现在我连乞丐都不如了。苏珍珠被打得面目全非，她哭着喊道：这不公平！苏清婉嫁过来的时候，你明明很厉害的，一定是她对你做了什么。当我坐着金碧辉煌的王府马车路过闹市时，正好看见这一幕，我叫停了马车，掀开帘子，露出一身华贵的云锦长袍。苏珍珠看见我，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，疯了似的冲过来，却被王府的侍卫狠狠踢开。姐姐，姐姐救我！苏珍珠跪在泥地里哀求道：我错了，我跟你换回来好不好？你去当这首府夫人，你最会伺候沈世安了，你把王妃的位置还给我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眼神冰冷如霜。妹妹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缓缓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诛心。沈世安之所以能成为首辅，是因为我为他磨平了棱角，为他遮挡了风雨，为他耗尽了心血。没有苏清婉的沈世安，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穷酸书生。我转头看向沈世安，他正瑟缩在角落里，满眼惊恐。而镇北王，我笑了，笑得极其灿烂。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奴才，而是一个能指引他方向，能与他并肩而立的伙伴。你抢走的是这门婚事，但你抢不走我的命，更抢不走我这双能把烂牌打成王炸的手。苏珍珠这辈子，你就在这泥潭里，看着我如何赢到最后吧。回到王府，顾凌风正坐在花园里，身上还穿着那身威风凛凛的铠甲，脸上多了几道细小的伤痕，却显得更加成熟硬朗。
见我回来，他立刻丢掉手里的长枪，屁颠屁颠地跑过来。小婉，你看本王这次回来，是不是帅得更有层次感了？他指着脸上那道极浅的疤痕，一脸得意。这可是勋章，全京城的小姑娘看见本王都尖叫，但我一眼都没看他们。我心里只有你，因为只有你能欣赏本王这种深度美。我看着他那副傻样，心里却暖洋洋的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那道疤痕。是啊，王爷，你现在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，是臣妾心里最帅的人。顾凌风突然老脸一红，扭捏了一下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房契和一叠厚厚的银票，塞进我手里。这是本王在边境缴获的战利品，还有皇上的赏赐。本王想过了，美貌是需要金钱维护的，这些都交给你管。本王以后不照镜子了。我一愣，为什么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，因为本王发现你眼睛里的本王比镜子里的更好看，以后本王就只照你这面镜子。我笑出了声，反手握住他的手。这一世苏珍珠守着他的手抚梦堕入地狱，沈石安在愤恨中自毁前程，而我苏清婉不仅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，还把一个自恋狂变成了我的专属忠犬。这古代重生的局，我确实赢妈了。别人的成功不是你换件衣服换个男人就能复制的。想要收获，先学会种树；想要男人变忠犬，先学会给他洗脑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